看过《甄嬛传》的观众都知道，玉娆和浣碧都是甄嬛的妹妹。那么为何玉娆不亲近浣碧呢？离不开以下这5点原因。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其中的缘故。首先，两人对金蚕玉帛等身外之物的看法不同。这位王爷心思倒也别致，不似寻常俗物，只懂送些金啊玉啊的。这里嬛嬛从甘露寺回来后，被册封为熹妃。此时果郡王送来了合欢花作为贺礼。玉娆听见了果郡王送来的贺礼，很是欣赏，觉得这个礼物很别致。而金银玉器这些在玉娆眼里则是俗物，比起俗物，玉娆更看重的是送礼者的心思。那么浣碧对金蚕玉帛是什么看法呢？任凭他有什么好东西，难道咱们永寿宫就没有吗？浣碧的这句话不仅体现了她非常在意这些东西，而且还喜欢在这方面进行攀比。安陵容得宠时，浣碧对甄嬛说的这番话也可以说明这一点。一会儿是苏州的浮光锦，一会儿又是皇上欣赏的宝石簪子，好像我们没见过似的。而且两人对姐妹情的处理也大不相同。而且那布摇上的海棠花是姐姐所钟爱的，姐姐喜爱的，臣女不会沾染毫分。从玉娆的这句话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玉娆永远不会和甄嬛争强。而如果说玉娆是姐姐喜爱的，臣女不会沾染毫分，那么浣碧则是姐姐喜爱的，臣女全都要沾染。为何这么说呢？其实从几个细节的对比就能表明这一点。皇上在呢，我怎么敢在里面待呀？这里浣碧抱着几株荷花回来，看见流珠站在树下，就问流珠怎么不在屋子里面给嬛嬛扇扇子。而流珠的回答表明了皇上在里边，他们这些丫鬟还是不要在跟前待着，以便给两人独处空间。可浣碧听说皇上在里面，心思立刻活络了起来，马上抱着荷花闯进去，在皇上的视线看过来时，还假装惊慌失措，说不知道皇上在里边。皇上说让他放下东西就下去吧。结果浣碧反而抱着宽口瓶舞到皇上跟前来，然后慢慢将怀里的荷花放入瓶中。果然此举引起了皇上的注意，皇上问他为什么要把荷花放在宽口瓶里。让我们来看看浣碧是怎么回答的。回皇上，奴婢心想，要是花浮在瓶里，就好比开在水上，会更加好看一些。浣碧的这一番回答，想来进门之前就已经想好了，为的就是在皇上面前表现自己的心思细巧。果然得了皇上的夸奖后，浣碧才心满意足地退下，临走前还向皇上含情一望。此时甄嬛和皇上感情正浓，而浣碧却上赶着向皇上献媚，为的就是想让皇上看上自己，好分甄嬛的一杯羹。后来浣碧更是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在皇上和甄嬛吃饭的时候，浣碧一把抢过嬛嬛要端给皇上的豆浆，献殷勤地盛给皇上饮用，以便让皇上注意到自己。结果被穿搭博主大胖菊点评说这样打扮俗气。以上这些都是浣碧对大胖菊的有意撩拨，虽然最终未遂，但也能证明即使甄嬛和皇上那时是两情相悦，浣碧还是能够不顾及甄嬛的想法，千方百计地想要爬上龙床。后来甄嬛与果郡王相恋，却因为一次意外阴差阳错地分开，导致两人这辈子也再也不能长相厮守了。可甄嬛与果郡王的心里还是深深爱着彼此。浣碧知道这一点，可还是想了个法儿，让果郡王最终迫于无奈娶了她。从意图勾引皇上到设计嫁给果郡王，可以说浣碧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曾考虑甄嬛的心情。这一点也与玉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除了上面提到的2点，浣碧在沈眉庄葬礼上的表现，也是玉娆不亲近她的原因之一。沈眉庄的离世对于甄嬛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，甄嬛感到万分悲痛，以至于甄嬛在沈眉庄的葬礼上泪流满面，而能来参加此次葬礼的也都是沈眉庄的亲近之人。葬礼上洋溢着悲伤的氛围，玉娆在吊唁沈眉庄时也是表情肃穆，只在离场时和站在台阶下熟识的慎贝勒略微行礼对视。而当时果郡王就站在慎贝勒跟前，但玉娆看都没有看一眼，可见玉娆的礼仪教养很好，做到了对于不熟的外男坚持目不斜视。而浣碧却跟在玉娆身边问了这么一句话：和慎贝勒在一起的就是17爷，是不是很风姿出众啊？听见这句话，玉娆当时就不想搭理他了，直接让他别再跟着自己去伺候甄嬛吧。
为什么玉娆不想搭理浣碧呢？因为在葬礼上，大家都保持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态度来吊唁逝者，而浣碧的关注点显然不在葬礼上。沈眉庄和浣碧也算是旧相识，浣碧对人家的离世不感到伤心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在葬礼上花痴果郡王，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同理心。没有同理心的同时，也很没有分寸感。果郡王是皇上的弟弟，甄嬛是皇上的妃子，而浣碧作为甄嬛的陪嫁丫头，自然要跟甄嬛一样，不能与果郡王走得太近。而浣碧居然在葬礼上就一双眼睛黏着果郡王，这是非常不妥的。而且大家都知道浣碧是庶出，又因为母亲是罪臣之女，导致浣碧连甄氏族谱都入不了。这件事儿就像浣碧心里的一根刺一般，时常刺激着浣碧。因此浣碧非常看重未来夫婿的家世和出身。在果郡王撮合浣碧和阿静时，从浣碧的反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。王爷，即便阿静愿意，我也是不愿意的。小姐要在甘露寺中修行一辈子，若离了我，就只有锦汐一个人了。况且我视小姐为长姐，我怎么忍心让小姐一个人受苦，自己却贪福嫁人去了？这里浣碧用甄嬛做了挡箭牌，可真的是因为甄嬛吗？其实不然。浣碧不愿意嫁给阿静，本质上还是因为阿静虽然和王爷从小一起长大，但到底还是个下人。而浣碧的心气儿很高，她绝不会愿意嫁给一个家世出身不高的人。那么玉娆对未来夫婿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我宁愿嫁与匹夫草草一生，也断不入宫门王府半步。从玉娆的这句话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玉娆对未来夫婿的家世出身是毫不在意的。下面玉娆和浣碧的对话也更加可以凸显出两人的择偶态度大不相同。你不介意他母亲出身寒微吗？他也从未嫌弃过我啊。从这一问一答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即使慎贝勒贵为皇上的兄弟，浣碧还是嫌弃人家母亲出身微寒。而在玉娆的眼里，他和慎贝勒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可以说两人的择偶观大相径庭。这也是玉娆不亲近浣碧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另外，皇上还曾说过玉娆性子刚烈，这一点皇上说的很对。玉娆刚烈的性情中有着不能践踏的原则和底线。真玉娆就是真玉娆，只可独一无二，不能为人替身。从玉娆说的这句话里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玉娆对爱情的原则是绝不能为人替身。那么浣碧对此又是什么态度呢？而我就是因为有几分像你，所以才有机会接近皇上。从浣碧的这句话中，我们可以知晓，在浣碧的心里，只要能够嫁给自己想嫁的人，是不是被当作替身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只是嫁给那个人。而后面他明明很清楚，果郡王心里一直爱着的人是甄嬛，可还是用计成功嫁给了果郡王。可见对于浣碧来说，婚姻双方是不是两情相悦也是不重要的。从以上这些我们可以看出，浣碧的爱情没有任何原则可言。以上这些细节完全证明了玉娆和浣碧根本不是一路人，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只有相似的人才能够成为知己。